释迦佛呢，在那菩提树下呢成佛，这样想啦，这个开个玩笑。释迦佛不一定在菩提树下才会证菩提，才会成佛啦。他呢，在我们屏东，我现在住这个地方的茄家东树下，他也会成佛。所以不是在哪棵树下的问题，对对对，要看他有没有功夫，他走的路，对不对？他的禅定，他的用功到底对不对？欢迎收听菩提麻瓜，我是小编阿若，我是林世敏林老师。欢迎收听菩提麻瓜，本次的主题是佛教常听到的植物的含义。好，那在这次主题开始前，我们可以先小聊一下，就是林老师平常没有录音的时候，其实还蛮常出去玩的。就是老师虽然退休后的生活嘛，然后就一个月好像会出去2次出游这样子。老师出游的那个行程跟目的，有时候会拜访一些师父啊，有些就是开心的玩，这样有点类似环岛旅行。那因为老师毕竟也是身为一个佛教徒，所以有时候也想请问老师说，因为老师常常出去玩，会不会有什么心得这样子？这个佛教徒呢，到外面去玩，有些人一听起来好像，哎呦，你不在家里好好的打坐，你不好好的在家里念佛，你一天到晚呢往外面跑，你这不是怎么样呢？没有修行吗？或是不亲近的感觉，这样就是有一点呢，放浪自己了，就是没有约束自己的身心了。哇，其实呢，这个就是讲的比较严重一点了。我记得呢，这个佛教呢有2个字叫参访呢。参访，我们在经典里面过去呢，像这个善财童子，他就53参，就是呢他呢去拜访53位的菩萨大德啊，向他们讨教，跟他们呢切磋这个佛法。那么这个在佛教里面呢，还引以为美谈，而且呢还作为算是一种佛教材，就是希望大家呢也能够呢这个比照，不要说比照了，就是效法啊，他们这样子，就是说不只是在家里呢看经书，也可以到外面去看看外面的世界，那么呢去呢跟很多人来结缘这样子。那我呢住在屏东，那我在屏东呢，因为这几年呢我岳母呢来这边呢跟我们一起住，她呢也是那时候她已经呢年近90了，那刚好我的大姐夫呢义乳的姐姐的老公啦，他也来这边跟我们作伴。那他呢也曾经呢中风过。那么在这个地方，如果呢都住在这儿，虽然说我这边呢林木果树花朵非常的多，但是毕竟呢我们不能只用眼睛看呐，到外面去听一听，到外面去走一走也需要。所以我们在几年以前呢就跟义乳呢就决定呢做一件事，就是每个月呢出去2次，一次是我们自己单独的，那么我们可以坐火车也可以开车，另外一次就是在我岳母跟我大姐夫呢他们一起到外面去玩这样子。这是我们这几年的这样的一个计划。那至于说出去干嘛呢，那这个说来话长了，对不对出去可以跑很多的地方嘛。那老师有时候会拜访师父，就是可能在佛寺这种师父，然后会跟他算切磋佛法吗？是，所以我们平常出去的话，有时候呢是这样，有时候是刻意的。譬如说我刚好有些疑问，或是我在写某些文章譬如说我近几年写歌，那歌词方面有时候呢就觉得这样的句子好像不太满意，是不是呢？能够就教于四方，我这些呢好友我这些呢师长学生朋友，他们可以呢给我指教一下，给我好的灵感。所以这个是有时候是刻意出去的。那么另外一种呢是不刻意的，不刻意就是说刚好路过那里，突然间灵机一动，就想某某人，我们好久不见了，趁这次的机会就去呢跟他拜访一下，也有这样的一个情形。当然这2样东西呢交叉了，并没有说呢哪一种呢比较好。不过呢我比较在意的是说呢希望呢这个大家都能够相见欢，
不要去到人家那里呢，带给人家麻烦。他不想见我，我硬要呢去串门子，这有一点好像给人家呢这个非常为难的一件事情呢。那么我去到那边的话，就希望我跟他交谈中间，我也能够提供他一些，比如说人生的啦、生命的啦、生活的一方面的这种呢所谓的启发，或是我呢他有什么样的这个问题，我也可以帮他呢设法去解决，或是呢提供他一些呢能够怎么样去处理的一个方向。听起来就是有点像朋友之间久久没见面，然后有点互相聊一下天的这种感觉。是，其实旅行在我个人看呢，旅行不只是玩乐，是旅行它可以算是一种修行。哎呦，旅行的修行吗？旅行修行，你呢看到呢某地方的风景，比如说高山啊、大海，在路上碰到很多的这种情况，是那可以呢印证你平常呢你在读经或是你在打坐的时候所想的、所写的。那么呢，这下呢眼睛亲自去目睹，耳朵呢去亲自耳闻。那么在那当下的时候呢，可能就有一种所谓的触发，就是呢蹦出那种火花的感觉说原来呢我以前所想的可能错了，或是有时候会想我以前想的是对的。在那个时候呢，心里就会觉得呢很高兴，觉得这一趟呢真的是超所值的来这边玩一玩呢能够见闻，能够扩张，对不对能够呢启发自己的这样的一个知识，甚至于扩展自己的悲心。也是，因为如果去旅行的话，去很多不同的地方，其实就是接受不同的刺激。是我刚刚讲到说呢，能够扩展自己的悲心呢。我记得我孩子他们要到美国去的时候呢，我开车带他们呢环岛绕了一周。就在现在呢，这个从花莲呢，我走到那个2号公路，那就是所谓的滨海了，直接到基隆的，在那个半途上就碰到有人在卖那个白鼻心。对对，白鼻心就有点像保育类。对对，那有人在那边卖。那当时呢就卖开一只呢，大概那时候是2500，在那个时候呢比较就是币值比较大一点呢。对，它一共有2只，那时候我只说呢要买一只，那剩下一点钱呢，要带孩子要住，比如住还有吃的都要花费。可是2个小孩也很有慈悲心，他们说不行，我们2只都要一起把它买了，一起把它放掉。可是我说爸爸口袋呢可能这样因为空了我们可能呢就要睡车上。他说没有关系就那个动物要紧，我们不要杀生，我们要呢放生。所以这样的话呢，父子同心就真正的把那2只呢给他卖。那次呢的旅行一直呢都留在我们父子3人的这个心中可见呢这个旅行也可以遭遇到很多可以让你讲得好听一点行菩萨道的这样的一个场合啦。也是 OK。因为通常大家对佛教徒的印象啦，通常都是比如说在家清修嘛，然后就是会刻苦的内修自己，然后就比较不会好像出去到处爬照这样。比如说因为大家对佛寺的印象都是在深山老林里面隐居这样子，所以老师这样子到处爬照到处旅行的，就是佛教徒的印象其实还蛮跟传统的印象还蛮不太一样的。那确实有很多人呢就可能他们内心有点误会，觉得我好像是无所事事我退休以后呢就觉得很无聊，所以一天到晚呢就往外面就走。其实我们过去普利园来的学生呢有1万多个人就有名曾经的签名有名有姓的人这些学生呢他们现在有很多人在事业上有成，有些呢他们呢遭遇到很多家庭的问题，有很多呢亲子之间的困扰。那么我虽然不是这一方面的专家，可是我毕竟也是过来人，我自己在自己的婚姻，在自己的家庭，在自己的所谓的工作上也遭遇到很多的挫折。我刚好可以利用这个机会能够呢告诉他们说，我当初呢碰到这些困境的时候是怎么样来断尾求生的，或是怎么样子呢能够呢苦心积虑，能够呢多方呢去跟人家讨教，那么呢
透过多少的方法方便的法门，今天才能够呢幸活了下来。那么这些东西呢，我在环岛的中间的时候，会到不同学生那边，有时候不能够一一的去到访，因为我只有一个人。我经过的时候，比如说有3个、4个，甚至有5、6个朋友呢，或是同学，他们希望我去，可是我毕竟没有办法，所以有时候就会跟他们呢商量一下，这次没有去拜访，那下一次呢再去好不好？他们就说好吧，那一定要来。我说一定要一定会去。可我也不会黄牛，因为我本来就很想呢去跟人家聊天，也很想去找朋友喝茶的人呐，所以呢，一次没有办法能够满足很多人的心愿，而我自己也没有办法说一次的就去到访那么多人。可是1个月我去2次，所以呢，1年呢就有24次的机会。所以毕竟呢，有时候就是毕竟就是说，意思是想一定会有机会。而事实也证明，这些呢曾经对我邀请过的这些学生、这些朋友，我都有一一的登门去拜访他们。也是借这个机会四处拜访各方好友这样。是，这也是旅行的目的之一。除了说去游山玩水呢、见广呢，就是呢去增广自己的见闻之外了，可以呢触拉近人与人之间的了解感情，这也是旅游的。我想也是很重要的目的之一了。老师目前旅行就是只在国内，只在台湾内这样？因为我在5年前的时候，最后一次到美国。我过去每一年呢到美国来回有3次。可是呢，我在5年前的时候，要回台湾的途中呢，突然间发现坐了老半天飞机呢，都还不会降落，因为从美国到台湾要14个钟头左右。坐很久。对，可能是自己年老了，我后来发现答案。我过去一上去可以睡个觉啦，可以听个音乐啦，看场电影啦，在飞机上有电影，很快呢，好像飞机就要降落了。那一次我看表看了几十次，就是呢，还有6个钟头，还有5个钟头，就那一次就觉得非常的疲累。我到最后觉得自己老了，我想我自己也不太适合长途的旅行了，所以呢，这5年来呢，我就呢改在台湾呢，在台湾呢玩。那么有孩子他们每一年都会回来的，所以呢，对于亲子之间的感觉没有什么影响。了解，就不一定要飞去美国，在台湾岛内玩也是蛮开心。我本来想说老师会不会比如说泰国的佛寺，或是那是年轻的时候。对，因为我到过泰国啦，到过新加坡啦、马来西亚，他们那时候邀请那个佛教青年会，他们都邀请我呢，好几次呢去那边呢参加活动，去那边演讲。像马来西亚，我每一次去都讲的大概将近30场。对，原来不是那个现在没有去，而是年轻的时候已经去过了。对，那很多地方在美国我也很多地方，像休斯顿啊，像那个纽泽西啦、纽约啦，还有迈阿密啦、Orlando 啦，我都有人邀请我去演讲。对，了解。老师旅游的那个感觉一生都在旅游。遗憾的是欧洲没有去过。欧洲，我退休以后有10年，因为德化堂呢邀我去那边讲经，我一讲呢，真的讲出兴趣来也不一定。讲到呢，等我从那边呢，退下来的时候，10年的宝贵光阴呢，已经不见了。为什么叫宝贵呢？因为那时候66岁，满65嘛，对，66岁到76岁，刚好是我最后的还年轻力壮的时候，有体力，能够到处去走走逛逛的时候，我呢耗在讲经上。当然啦，易主常问我说：“你后悔吗？”我只好硬着头皮说：“不后悔讲经来弘法利生也很好。”那些影片现在都会留在 YouTube 上面，大家呢都可以。大概有十来部的经典在那上面，没错，而且都是全部用台语讲的。而且我这样讲呢，我讲经说法呢，比不上那些大德居士或是那些呢高僧。但是呢，我平常讲经呢，有一个我注意的地方，就是说要用最浅显的文字语言，那么拿那个
比如说有趣的、比较应激的这样的一个例子举例来说明，来让那些呢原本跟佛教无缘的、从来没有听经过的这些呢听众朋友，他们也能够第一次跟我接触的时候就能听得懂。没错，那是我自己自以为啦，那是我的自己的这个专长坚持的地方。坚持对。好，因为像我们这个题目也是，这个节目也是深受老师的影响，也是用非常直白跟浅显的口语，让观众就是可以一听就懂。谢谢你，给我这样的一个机会，因为我呢现在81岁了，但是毕竟我还是一个爱讲话的人，没有讲话呢，就是觉得有点呢，不太自在。哦，OK， 好。春天哪来，春风滴，春天哪来，春风吹，伊都会开花，伊都会结果，一蕊蕊的花，一条条的果，满枝又归位，一蕊蕊的花，一条条的果，拢嘛是咱的。那我们接下来就聊到正题吧，就是本集的题目就是佛教常听到的植物。那接触佛法后，会常常听到人们说发菩提心啊，或是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等等的话。所以说菩提这个词在佛教中非常常出现，那就跟我们这个节目的名字一样就是菩提麻瓜这样子。所以我们今天也来回收标题，会问老师一些佛教中有象征意义植物的由来还有含义。当然佛教除了菩提以外也有其他的植物，例如说莲花或檀木等等。那前几集有讲到佛陀在菩提伽耶树下顿悟成佛，证得菩提，那这个意思就是说就是佛陀成佛了啦。所以说就想请问老师说佛教中的菩提是什么意思？ OK， 谈到佛教的这些植物呢，倒是呢让我呢有一点呢觉得说哎呦，这我胜任的这样的一个好谈话的好题材吗？因为我念文的，那么这些东西呢，譬如说我的好朋友郭老师，他是念师大生物的他们来谈这个植物会比我谈得更好。不过呢今天既然你这样问我，也硬着头皮呢这样来说了。刚刚你讲到这个菩提的时候呢，我突然间觉得是好像呢一般人都容易把这个菩提树跟那个菩提会有一点呢搞混了。他们不是同个东西对，不，菩提树是一种植物，对不对啊？而且呢我们台湾的菩提树跟印度的菩提树呢好像还不太一样啊，所以跟佛教常讲的菩提是不太一样的。对。那么菩提树跟菩提是不是相同的？菩提树是一种树，我刚才讲了，印度的菩提树跟台湾的菩提树不太相同。这是我听了郭老师跟我这样讲的。是，那有什么样的不同？我现在没有办法呢详细去谈，因为这以后还可以请那个对这方面真正有研究的人来谈。而我就知道我们有一本那个好像词典一样，就是佛经里面的这些植物，包含那个印度的那些植物，好像有人呢去编撰了一部那个词典。这个词典里面就是搜罗了上千上万种印度的，包含在佛经里面提到过的这些植物。我记得有这样的一个书籍那么我们现在就先撇下那菩提树，菩提树当然是印度呢释迦佛呢在那菩提树下呢成佛，对不对？那么呢我这样想了，这开个玩笑，那个释迦佛不一定在菩提树下才会证菩提才会成佛了。他呢在我们屏东，我现在住这个地方的茄东树下，他也会成佛所以不是在哪棵树下的问题。对，要看他有没有功夫，他走的路对不对？他的禅定，他的用功到底对不对？他的思维到底对不对？对不对？他的觉悟对不对？那呢跟在哪一棵树下没有什么大关系。如果说一定要有关系的话，
那比如说你在那个树丛下，比较难开悟。为什么？蚊子多，那个环境的问题黑蚊子，哎呦，那叮起来啊，全身呢都是狂痒，狂抓啊，所以这是开玩笑的。好，那我现在呢，稍微把那个菩提，因为我们这个园地，我在43岁的时候，在台湾成立了菩提园，这个菩提园就是让开放给所有的学生啊，他们来这边可以吃，可以睡觉，可以呢。喝茶可以来谈佛法的一个地方。曾经我讲过，一直的这几人呢，很喜欢的宣扬一下。曾经呢，有1万多个学生来过我这儿。哎呀，那菩提，我们现在就我这个把它为什么解释叫做菩提园呢？因为我呢认为说，很多学生来这儿，来我们菩提园来听我呢谈一些佛法，或者来跟我呢问一些呢佛教的道理，就好像我在他们的心中奠下一些菩提的种子，这菩提的种子有一天它就会萌芽，它就会呢长叶子，它就会开始茁壮，到最后就能够呢开枝散叶，到最后呢它还会再开花结籽。那么这里呢，你有没有听到说菩提园原来是菩提种子的园地？是在我这个园地里面没有那种高大的菩提树，你见不到。我只是培育那个小菩提苗的地方，因为当它稍微长高了一点的话，就有别人把它挖走到别的地方去成长，去那边呢茁壮了。我们这地方永远只是苗圃，就是我们当初呢设定菩提园，我们呢没有谈到所谓要收获，没有这样子，我们只负责培育育苗的工作，这是我们菩提园做的。菩提在佛教呢，简单的说就是觉悟的那个觉字，所以叫做菩提。所以你现在刚讲的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对，那前面呢加起来还有很多意思，叫呢无上的正等正觉。那最后的就因为什么要前面要加上无上正等？无上的正等正觉，因为觉悟有很多种，譬如说邪恶的觉悟不正确的觉悟，开玩笑来说了。譬如说一个很吝啬的人，突然间有一天觉悟了如果要存钱要变成富翁就是要当一个吝啬鬼，就是跟朋友出去吃饭的时候自己不要掏钱付账，都永远呢让别人去请客，这也算是觉啊。因为他过去呢，他觉得他自己很呆，他自己都在掏钱，急着去掏钱，对不对？可是这种觉呢，跟你了脱生死，跟你要解除身心的束缚，这种所谓的觉悟没有什么大关系。所以佛教呢，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呢，无上就是说呢，佛教所追求的那个觉悟是无上的。换句话讲，没有比这个更高的成佛这种觉悟了。你要称为佛，你所悟到的那种觉悟必须要是最高的，没有再比这个更高的觉悟了。最 top 的那么正等正呢，就是1、2、3那个3是印度话了，翻译成中文就是真正的平等。比如我们举个例子了，有很多人他们现在提倡人权，对不对？可是在欧美你知道，刚开始的时候女人是没有投票权的，甚至有些呢还要看你的缴的那个所得税，你缴不到某一个标准，你就没有投票权。在过去那都不能叫做真正的平等。像我们台湾过去呢通过的这婚姻平权，对不对？在过去我们对那个同志，我们就是呢对他一种歧视，认为他根本不是人了，有时候甚至有人这样讲了，甚至也认为他是邪恶的那个象征了，这都不能叫做平等。那佛教呢，物类平等，像我们中国古代这书籍里面讲的物类平等，你不只是人跟人要平等，人跟动物很多的有生命，他们都有同等的资格，有这样的资格，有这样的权利活在这个地球上。现在我们看到很多流浪猫了，流浪狗，那虽然只是部分呢主张那种猫或者犬只的他们的那种权利，不过毕竟总是踏出了一步了。那佛教认为说物类应该是要平等的所以呢无上的正等正觉要正确的觉悟，不能呢偏颇的。
偏颇就是你那种觉悟呢，不是全部的，你只是部分的，或是你只是自私的啊，你偏向一边的，这样都不能叫做正觉，是都不能叫做菩提。哦，所以菩提在印度话就是还是觉觉哎哦，就是觉悟的觉。所以有时候我们叫做正菩提，就是正到那种觉悟的境界。哦，好像我们在算那个数学题了嗯，啊，证明到你求证你自己达到那样的一个境界的正菩提。哦，好，那我们现在搞懂说，就是菩提在印度话中就是觉悟的意思的话，那个，因为我自己在查，就是在做这个大纲的时候，有看到就是菩提子这些东西嘛，再加上说佛教有很多周边，我说的周边是指比如说实体的物品，比如说佛珠之类的。那我看到有蛮多佛珠，就是会用菩提子来做佛珠这样。然后有些当然可能是比较好的菩提子做的佛珠，可能就当然是比较贵啊。所以也是蛮好奇说，就是念经的时候一定需要这些佛珠来辅助吗？是，刚好在前一阵子刚写了一首歌，叫做《我的小念珠》。哦，念珠那刚好今年的过年，今年是113年。那么呢，我像以前的学生，现在当医师的，在潮州卢天祥医师呢，他带来一个玛瑙的，玛瑙那个算是蛮名贵的一串念珠来送给我。哦，然后最近呢，有一个很会写这个佛教的这些禅记，叫做封斌的这一位先生，他刚好在帮我女儿呢那个新的房子去给她装潢，他也来过我这，也送我也就是所谓的普通的那种木头的佛珠那些佛珠。对，那在我来看起来呢，就是说这两串的这个珠子呢都没有什么分别了，因为我们要知道念珠它存在的价值跟目的，就是提醒我们要常常念佛。如果你是净土宗的话，要提醒你常常要摄心，要把心呢要收住，对不对？那提醒你，你要做功课，因为你在念，刚讲到摄心呢，有些人就觉得奇怪。摄心，哪个摄影的摄就是摄影，把你的心放浪的心，把它呢收紧了。因为我们这个所谓的放浪形骸，那只是身体的。那可是心呢，有时候你就会怎么样，心猿意马，你不晓得跑到什么地方去啦。那么透过这念珠的话呢，你在数的中间的时候，等于是把心呢紧紧的抓住了，把那放荡的心呢又把它拉回来了。所以我们从这里知道了，佛教徒应该在意的是你的用心、你的发心，还有你使出的力道，你使用的方法有没有正确，跟心有关，而不是跟那个念珠的材质它的价钱有关呢。再怎么样名贵的念珠，如果你没有好好的念，对不对？你呢念了1000次也没有什么效果。如果你怀着虔诚的心，用对了方法，对不对？那你用这样来数珠的话，那所有的诸佛菩萨都陪伴在你的旁边。你用对了方法来数珠，你会发现在念的中间就有很多的感应，就有很多的功德，就有很多呢来自于佛教的护法金刚的加持跟护佑。所以其实佛珠材质也不是非常重要的是东西。当然了，有人要送给我一串那个用纯金打造的，我也不会反对了。OK， 就是说黄金的珠子照样可以数珠念佛到觉悟。那你平常用石头普通的那些的石头，随便的石头去打造的那个珠子，只要你够虔诚、够用功、用对的方法，你照样可以开悟正果。好，这边有个小知识，就是其实还蛮多菩提子做成的佛珠，其实他们好像真的也不是真的菩提子，就是也不是真的是菩提树的种子，好像
有人说是无患子的树的种子这样子，这是一个无患子，对我也见过，我也种过。可是无患子可不可以做念珠？这一点我不敢确定。对对对，这我因为无不敢确定患子也很多棵啦，对，木患子之类是的树的种子做的，对，就跟菩提跟菩提树不是一样的东西。然后我们坊间在用的菩提子打造的佛珠的那个菩提子，其实有时候也不是真的菩提子，感觉这个菩提这个词已经是一个佛教代表词了，所以大家都拿来用。我家里有几串，像灿云师父送给我一串，佛光山星云法师也送给我一串，弘法寺的开正法师也送给我一串，好多串。对，那算是在我的心目中啊很名贵的，不是它的价钱，是我的师父他们用过的，所以我很珍惜他们。那这里面有大有小，那最大的是有一个佛友好朋友叫纳代的纳代的他曾经邀请我到他们的那个卖那个佛教文物的那个地方去演讲过，他也来过，在我们的弘法寺呢有那个文物中心那他送我那个珠子很大，大概有那个平常那个枣子这么大一颗，有一颗，对，那也蛮贵的。那听说我太太说的啦，一直讲说那个很贵那个大，可是呢我都摆在佛前呢供奉，为什么？因为太重了，我呢抓不动你知道吗？我那个时候没有，大概呢数不到2次呢，我这个手就可能要折了，可能就要绕掉，就是有点受不了了。对，所以有些珠子，我想供奉摆在那儿也行，不一定要拿来数，拿来看，照样有启发的效果，照样也可以摄心如果你用对方法了，那有纪念价值的，我还舍不得呢，常常拿出来，我都去把它吊在那个佛龛呢，在那边呢，就是等于在拜佛的时候顺便呢，睹物思人，看到那些念珠，想到我师父他们，那么呢，就想到他们生前对我的一种鼓励，所以我觉得呢，念珠不一定要念的，其实呢，也可以有很多种的作用在。是。那我们菩提讲完了之后，我们来讲莲花。看到有人说佛陀被称为人中莲花。